求母。幸亏啊，你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些皮外伤。有酒吗？啊？酒倒是有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自从你封印了擎苍之后，你爹和你娘还有那几个哥哥像发了疯似的找你，就连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这眼睛，这身上的伤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怕我告诉你四哥？我虽然封印了擎苍，但我自己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。我被他封印了记忆、法术，丢到了东荒俊极山。立了场劫，遮眼，我记得你有一种药，喝下就能忘掉想忘掉的东西，对吧？这几年，你过得很是伤情啊。要记得，还是要忘记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不过我得先警告你，我这个药是没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开的。一旦你用了它，过去那些事情，就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我阿娘常说，我命好，生来就是仙胎，不用修行便是神女。可四海八荒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不经历一场天劫，怎么飞升上神？过去这须臾数年，我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天劫罢了。既然这劫也已经过了，有些事情又何须记得？一华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？这是你的孩儿，他刚没有了娘，再没有了爹，多可怜呐！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好不好？
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他日日受雷霆加身，为了太子寿宴，成了36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他这一跳，摆明就是为了寻死。倘若当初让他娶了那个凡人，顶多是洗无功多了一个侧妃，也不至于丢了性命。好了，是本君的错。夫君，是儿臣不孝，养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。他始终都是天族最令人信服的太子。夜华，你走这一步都是本君逼的。本君本以为逼死那女子后，会令你消沉几日，但从此之后，你依然是9重天最受四海敬仰的天君储君。但是本君没有想到，你竟将那女子看得这样重。夜华，他当真不会醒过来了吗？臣无能。或许还有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天族有一个圣物，叫劫魄灯，是大洪荒时代父神所造。那灯能聚仙者的元神。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，为什么本君没听说过？这个圣物属于肃锦族。肃锦，记得，我记得那盏灯。我母亲的确说过，这灯能汇聚仙者的元神。当真？现在在何处？这灯在我小时候就一直是我母亲在保管。后来我一族灭亡，下葬到无望海。我替母亲收进了陪葬的东西里，就在无望海。无望海，天族保存仙体的地方。既然是陪葬的话，那一定在你母亲的水晶棺里。可人过了7万年，此时要开棺的话，恐怕天君就不必再犹豫了。既然那灯可以救天族储君，想必葬在那里的人也不会介意被开棺取灯的。我派天书带你去取灯，由自己的女儿开棺，好过旁人去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娘，谢谢你，又给了我一次机会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浪费，一定不会。娘娘，灯拿到了。我手里的就是劫魄灯，你快随我回天宫吧。是。苏锦已将母亲的陪葬物劫魄灯取来。望天君
念在素锦往昔所做的一切，能记得曾答应素锦的事。素锦，你曾是本君的侧妃，又是忠臣之后，若想要再嫁，本君会为你再赐一门好亲事，你何必执着于夜华？求天君成全。好，本君答应你。今日是你拿来这盏灯，如果真的能救了夜华，本君就一定会让你嫁入这喜无波。谢天君。帝君有些气息不稳。这几日，帝君先是2次救了青丘的小天下，又在东皇钟波动时用仙法压制了擎苍，所以无需说这些。先救夜华，把那劫魄灯置于夜华床头3日，让这灯火燃上3日不灭，夜华的元神便能接好了。这3日里，灯上的火焰需仔细呵护，万不能图便利，就用仙法护着它。好。我夜华，在这东荒大泽，经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自今日起，与素素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我素素，今日在这东荒大泽，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自今日起与夜华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夜华，没想到我跟你竟有如此深的缘分，只可惜，终究是一场孽缘。从此以后，再没有东荒俊极山的素素。梦醒之后，梦中如何，都会忘记。夜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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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快，药王！
严嵩，父君，本君这几日常想，是否对夜华太过于严格？这数万年来，他都是按照本君的意愿活着。刚学会坐，就被抱到书房，一坐就是7个时辰。本君还记得，那时候他太小，看不懂经文，当着他娘亲的面，流过一回眼泪。他娘亲就跑来与本君求情，本君很是生气，慈母多败儿。可自从那以后，直到他2万岁飞升上仙，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亲娘。既然父君问了，儿臣也就说句实话。人人提起天族太子夜华，都会说2万岁就飞升上仙，又师从慈航真人与元始天尊，远超过当年的墨渊上神。可他在儿臣眼里，始终就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从小就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也没什么玩伴。不瞒父君，儿臣经常在私底下嘲笑他，活得不够圆满，连情爱都没有尝试过。可当他遇到想要真正爱上一回的素素时，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。这孩子从来都最重情义了。墨渊不过做了他2万年的师傅，他就生生的用自己的心头血，每日滋养着他的仙身。老天爷，这是故意的吗？这次飞升上神，竟让他遭的又是情劫。他找我讨忘情药时，很是伤情。我想着，如果他这次醒来全忘了，也好。我们就当完全不知道。只是我虽治好了他的眼睛，他却见不得强光。娘从来不会撒谎的，如何让他相信，全看你的了。我？怎么又是我啊？怎么不肯啊？孩儿不敢，孩儿遵命便是。哎，为何要瞒着他呀？这是飞升上神的劫难，之前他们几个都曾经受过。只是这女娃浑身是伤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行了，你懂什么？他若不是受不了的话，怎么向折颜讨忘情药呢？也好，他想忘，就让他忘了吧。不错，就跟他说和擎苍大战受了伤，睡了一觉。至于这眼睛，说生下来就有这毛病，藏在身子里面，受了伤之后被牵出来了。好，就这么说。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去趟黄泉下，用玄光造一条能遮光的白绫，好让小五带上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爹娘还真是听你的，你说什么他们都说好。我还没问过你，在我出生前，你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在你出生前，哎，那时候是我先看上你娘的，可惜你娘啊，非要选你这个不解风情的爹。我和你爹
大战了数日之后，发现彼此性情相投，索性就结交了。还有这么一出？是啊，所以你得感谢我才是。要不是当初我放弃了你娘，哪有你们几个啊？现在大言不惭，我娘才看不上你这只老凤凰呢。老凤凰，珍珍，你可否还记得当初你1周岁时非要爬到我身上亲我一口的事呢？老凤凰，我1岁的事情你拿出来现在说，有意思吗？哼，有意思。夜华，你不要这样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，娘不忍心。娘从药王那儿拿了一瓶忘情丹，你吃了吧。吃了就能忘记素素，依旧做你的天族太子。娘不求你成什么大业，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。儿臣并不想忘了他。你倒是睡得惬意。四哥，我怎么觉得我看不清楚东西？这光好刺眼啊！你先别着急，哲言也在为你的眼睛操心呢，过一阵子就会好的。不过不能看太亮堂的东西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这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病。阿娘怀你的时候，正逢天君发大洪水，惩戒四海八荒9州万民。这洪灾过后就没有吃的，阿娘吃不上东西，身体自然就虚弱了。于是你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一只皱皱巴巴的小狐狸，还带着这莫名其妙的眼疾。我从前怎么没有这个毛病啊？这眼疾在你身体里藏了10几万年，一直与你相安无事，却借着这次伤寒的契机，全面爆发了。不过好在，阿爹借着这黄泉的玄光，为你造了这条遮光的白绫。你去到特别晃眼的地方，它就会自然的出现，不仅可以遮光，还不影响视物。四哥，我何时得了伤寒啊？你呀，自与擎苍一战，睡了数年，这期间的事情也都记不大清楚了吧？我的白浅上神，上神？看看你自己的元神。发现自己飞升上神了吧？这飞升上神的劫怎么如此好利啊？我不过同擎苍打了一架，睡了数年，
我就在梦中飞升上神了。你运气好，这是上天做给你的一个人情。这比起我飞升上仙的时候，老天爷可真是仁慈多了。我得走了。怎么了？我睡着这数年，师傅没有我的心头血。小五，师傅呢？你醒了，你自己去看。师傅，不孝徒儿来看你了。为何我沉睡这么多年，师傅的仙体却没有什么变化？是不是发现没有你的心头血，墨渊的仙身依然养得很好？如此看来，怕是墨渊要醒了。米谷，米谷，姑姑，何时愁眉苦脸的？小殿下自从天宫回来，就喝得酩酊大醉，被二叔带回去，一言不合打得气息奄奄，刚刚被我偷偷救了出来。小殿下被打的时候，牙咬得出血也不肯哭。自打入洞以来，他就不肯开口说话。姑姑快去看看吧。小九，怎么喝这么多呀？这酒可不是好东西。当然了，折颜酿的酒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了。但是你这样整天借酒浇愁，不是糟蹋了折颜的手艺吗？要知道，酒可以让你一时得到解脱，但是酒醒了，你烦恼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少的。姑姑，我才不是为了浇愁，我当然知道喝酒喝不走烦恼，只是因为我不喝，我就难受的想哭，所以我才一直喝。我不能在帝君面前哭，又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哭，我就只能在你这儿哭。姑姑，你看看我，连哭都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多可怜啊！四哥，交给我吧，让我们姑侄俩好好聊聊。好，好，还是交给你吧。我也不清楚你们女孩子家的心思。你说说你，短短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你赶紧跟我说一下你跟东华帝君的事，让姑姑帮你理一理。就是那天，姑姑把我丢在昆仑虚了，然后帝君就来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。奴婢知道你在哭什么，害你娘没了眼睛，丢了命的人，今夜就要嫁给你夫君了。如果他没跳下诛仙潭，
今日入行宫的就是他，而不是那个害了他的女人。好了好了，不哭，咱们不哭，快。姑姑，为什么我会喜欢东华地区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是我们青丘孙子辈唯一的小公主，你喜欢谁不好，偏偏喜欢上曾经的天地共主。东华帝君是比天君辈分还要高的曾经的天地的主人。你要知道，在你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东华帝君就已经是这天地的主人了。我知道，司命都跟我说过。那你还钻牛角尖？要是道理能让人放下就好了。姑姑，那你喜欢过谁吗？会不会也像我这般没出息？有是有过。真的？这四海八荒还有谁能让姑姑喜欢？快说来听听啊！还是不说了。是以前在昆仑虚的时候，很丢人的。小仙曾和殿下说过，这玉清昆仑扇本是昆仑虚的法器，可它曾辗转过几个主人，经历过什么，小仙无法查到。夜华，你为何刚醒就要追查墨渊上神的下落？这件事，父君已经派人查了足足7万年，却没有任何的线索。天族已经尽力了。司音和墨渊失踪的事一定没那么简单。司音是墨渊最宠幸的弟子，但他却没让自己的师父死后安葬于天族圣地无望海，反倒是偷走了仙体。他这么做最大的可能，就是他想逆天而为，让墨渊活过来。你的这个说法我也曾想过。不过，就算他们俩还活着，你也不急在这一时吧。你还是先养伤的好。我想找找司音，就是想知道让墨渊活过来的法子。你想让素素也回来？太子殿下若想查到司音的下落，我倒是知道一个人，他或许有些线索。谁？白凤九。青丘白浅的侄女。正是。我总觉得他知道些什么。我去青丘一趟。现在？你忘了今天是你和素锦大喜的日子了？是吗？还真忘了。你是？本君乃天族太子夜华，求见青丘帝姬白凤九。太子。小仙这就禀告，去叫小殿下出来。姑姑，我把你的破云扇拿回来了，迷姑可曾还给你？他已经拿给我了，而且他还跟我说，你为了暂时忘记帝君让你伤心的事情，还特地去北海找人家的晦气呢。也不算，只是从天宫回来，一颗心都要死掉了。突然想起还没有帮姑姑教训绍兴，就来了精神，跑去骂了他几句。姑姑知道，你对我最好了，
自己心灰意冷了，还不忘给姑姑出气。那当然。姑姑，太子夜华来了。我跟他二叔不是已经退婚了吗？他来干什么？姑姑，那是个负心人，狠心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嫁给他。我为什么要嫁给他？姑姑可能不晓得，在你大战擎苍，还有熟睡养伤的时候，胡帝和折颜上神亲自给你定了这门婚事。什么婚事？就是和天族二殿下退婚，和太子夜华订婚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姑姑这不刚醒吗？可能四叔和折颜上神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吧。我不是刚跟他二叔退了婚吗？怎么又和他订婚了？我要去找他们说清楚，把婚事退了。姑姑使不得，这可比北海水君的婚事慎重得多哦。当初只不过是一纸婚约，现在你和太子殿下的婚事，是天君和胡帝在四海八荒众仙面前说死了的。若是真退了，再退了，那青丘和天族的面子就太难看了。我阿爹阿娘到底怎么想的呀？算了，你先请那太子回去吧，我不想见他。姑姑，太子殿下要见的人不是你，是凤九。凤九，你跟太子很熟吗？绝对没有，我很讨厌他的。当真？嗯。天族太子亲自来青丘找你，你该不会是惹了什么祸吧？真的没有，只不过他表妹也喜欢东华，该不会他是为了他表妹来教训我的吧？你和太子的表妹争宠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和那种娇滴滴的小姑娘计较呢？哎呦，算了，我要不出去问问吧。你去吧。哎，不过别说我在狐狸洞。嗯。太子殿下，凤九虽在太晨宫行走，却从未与太子殿下有过交集。不知今日太子殿下来找我，是为何事？本君今日来是想问问你，有否听说过司音上仙？怎么帝君问我，他也问我？一定是司命那个大嘴巴说了什么。司音，我听折颜上神说起过，他捡了一只小狐狸送上昆仑虚学艺，不知太子殿下说的可否是他？正是。你可知道，在7万年前那场大战之后，他去了哪儿？不知道啊。本君知道了，告辞。他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。恭喜娘娘。不知怎的，我竟不敢迈出这宫门。嫁入洗梧宫是娘娘多年的夙愿，娘娘应该开心才是啊。如今还怕什么呢？我怕他会介意我曾是天君宫里的人。娘娘也是委屈，明明是天君赐婚，这太子殿下却不肯与你拜祭四海八荒，将你迎娶入宫，只叫我们独自坐着不撵去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今夜起，
我就是洗梧宫里的侧妃了，夜华的侧妃。君上，外边人传话来，素锦娘娘的步辇已经快到洗梧宫了。是吗？君上不换衣裳吗？这宫里的红烛很刺眼，都给我换掉。是。娘娘，你看，太子殿下怕委屈了你，亲自迎你进门呢。夜华，你回来啦？怎么还是不爱说话？没关系，我早就摸透你的性子了。既然你不爱说，那我就多说些喽。从你生下来，就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夜华，信我，这世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比我待你更好。夫君，君上，谢谢啊！君上。
徒儿在封印擎舱前，曾在此处偷喝了一坛酒，如今也算是归还了。过去，九师兄最喜欢来此处寻我，也是他明明不喝酒，却要成日来打扫。今日若他也在的话，应该由他忙活的了。我的玉清昆仑扇呢？玉清昆仑扇突然消失，可是受了它主人的召令，还是去了何处？昆仑虚的法器能去何处？莫非是司音现身？是徒儿不孝，险些将你给弄丢了。果真如传闻一般，昆仑虚弟子散尽，此殿荒废了7万年，再没有任何生灵的气息。本君等了你很久了，你去了何处？孙儿去了趟昆仑虚。方才玉清昆仑扇凭空消失，孙儿猜想，或许是此扇的主人司音上仙回来了。墨渊是父神的嫡子，他的仙体下落不明，也是本君多年来的心结。若能找到司音，说不定真能知道墨渊的下落。可惜，他并不在昆仑虚。不过7万年已经过去了，此事也急不得。本君今夜等你回来，主要是为了肃静。当初，他在众人面前献上了劫魄灯，本君就应允了他嫁入起无宫。天旨已下，她已是你宫中的侧妃。此事你应也罢，不应也罢，都是改变不了的。既然天君要给四海八荒一个交代，孙儿也只能应了这道旨。不过洗梧宫大小100多殿，除了孙儿的一览芳华和紫宸殿之外，他要住在何处，都与孙儿无甚关系。
君上，我家娘娘求见君上。我家娘娘说，她有法子能救回素素。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。